这种天气真是放风筝的好日子。如果何叔还在，风筝大赛他肯定是第1名。可惜这世上没有如果。何叔、林奶奶，都只能活在我们心里。姐，东哥快回了吧？啊，就这2天。我昨天晚上听见你跟西夏姐打电话了，你是要回上海了是吗？我从来没说过我不回上海啊。那东哥怎么办啊？你就不问问你姐工作怎么办？在我心里，你事业远没有感情重要。爹，你这发言放网上会被称为恋爱脑或者婚驴。谁管那些键盘侠们怎么说呀？我只在乎你和东哥。没人比我更在乎陈麦冬，但是你姐也不只是个销售。正因为我是残疾人，所以我比别人更懂得医疗科技如何改变命运。你前几天不是在网上看见一个国外的文献吗？上面怎么形容呼吸机的？呼吸机重新定义了生命的终点。没错，所有生意的背后都可以有温度。我追求的不只是钱，而是希望这世上有如果。如果医疗科技再发达点儿，如果国产仪器再普及点儿，别人家的何叔、林奶奶，或许就有机会活下来，懂吗？放风筝吧。林娘娘，我放风筝啦！哎，来了。未来10年，进口替代依然是中国医疗器械发展的主旋律。目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依然是上下游产业链不协同，所以更需要各方人才汇聚，建立一支涵盖医学、材料、机械工程等多学科交叉互补的团队。哎呀，行了，你歇会儿吧，我这2天耳朵都要长茧子了。你这是要干嘛去啊？联合国请你去演讲去啊？这个机会对我来说不亚于联合国的邀请。你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我那前领导黄小姐吗？她对我和王西夏的创业计划很感兴趣，她会投一大笔钱跟我们大展拳脚。你这事儿跟麦东商量过吗？啊，这种事儿肯定不能电话里商量。等他回来，心情恢复点儿，我会如实说的。你干嘛盯着我呀？知女莫若母，还如实说，你是不是想瞒着他？这哪瞒得住啊？但这种话题总得讲究点方法。之前谁跟我那儿吹牛啊？喜欢就在一起，尽情享受恋爱，不影响年后回溯。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短。我是揭你短了吗？真是，我看你俩越谈越认真，我这心里还高兴呢。越认真越为难，这蜜月期呢就得异地了。我看人家未必愿意跟你异，他说不异就不异啊？难道他要跟我分手不成？你们俩又没领证，你还能强迫人家跟你异？反正我不会放手的，大不了先找盟友，曲线救国。祝你好运。东子这眼睛啊，上次得结膜炎还是他爸妈离婚的时候呢。他都没跟我说。你就装不知道吧，他这阵子啊肯定没少哭。来赏花的不说这个了，哎，有首诗你读过吧？有花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咱们镇上的春天呐，你也不是年年能看的，且看且珍惜啊。奶奶，我听出来了，您话里有话。你那么聪明啊，我话就说到这儿，省得说多了惹你们年轻人生厌。您说的什么话呀？您这么聪明可爱，我怎么可能厌你？要不是您啊，我跟陈麦东可能压根儿都成不了。但是奶奶，
我也想请您理解一下我的难处。上海，我的确放不下的，那里有我经营很多年的事业，还有朋友。那当然了，时代不同了嘛，女人追求事业，天经地义。就知道奶奶最善解人意了，有您这句话，我就感激涕零了。不过奶奶您放心啊，我一定会对陈白东负责的。虽然目前我还没有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但是我相信日后一定会找到的。奶奶信你，但是你也得给奶奶一句准话。你跟麦东到底是只想谈一场恋爱呢，还是考虑过结婚呢？其实我之前想的比较简单，我觉得喜欢就在一起啊，分手了没准还能当朋友。但是奶奶，我现在很确定，我未来的生活里必须要有他。有你这句话，我也感激涕零啊。所以小杰啊，奶奶也跟你说一些心底话啊。我觉着吧，碰到了对的人，还是要结婚。不是奶奶老土啊，也不是想催着你们生孩子，就是觉得吧，这男人跟女人呐，如果图一时之快，厮混呐、同居呀、是省事儿，分开的时候也省了很多的麻烦。但是这种一点痕迹都不留下来的关系，不会让人长进。虽然说经营婚姻或者离婚代价很大，甚至于肯定会留下一些不愉快的经历，但这本身就是意义。人这一辈子要能认真的受伤，认真的服输，这辈子就没白活。奶奶年轻的时候就因为自己的这个臭脾气啊，没少跟人摩擦。以前呐，巴不得能够通通都忘掉。可是林奶奶走了以后，我就靠回忆活着了。不只想她，也想那些伤害过我或者被我伤害过的朋友。小姐啊，百般滋味，这才叫人生。奶奶，真好，我就知道你一定是我的盟友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都是 girls have girls。狗什么？狗什么丝啊 girls 就是女孩的意思。哦，够丝，够意思。女孩就是够意思。对，够意思。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？物无美恶，过则为灾。看舌象啊，您这个肝和胃的平衡关系啊还不错啊，只要少喝高度酒，对身体就没什么大碍。您把舌头伸往再看。妈，怎么还借机看病呢？崔大夫出诊很贵的。没有，哪儿的话，我这次回南平啊，
本来也就是出义诊来了。人家等你半天了。我要不给自己找点病，我更不知道跟他聊什么。崔大夫，你们俩人进去聊，我去给你们切点水果。给您添麻烦了。哎呀，没有，快进去吧。哎，坐。哎，不麻烦。坐。谢谢。没事。哎呀，崔哥，你突然来，西夏也没给我打招呼。我没跟西夏说啊，是不是唐突了？不，没这个意思。啊，你放心啊，阿姨身体啊，什么事都没有。我要是不给她找点小毛病啊，我俩更没得聊了。那崔哥，您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想让我帮你求婚？哦，我是想让你帮我看看，这个款式西夏会喜欢吗？这我也不敢替他做主啊。你说要是衣服鞋子，我还有把握；戒指这事儿吧，你还是得问一下本人。其实啊，我这就是旁敲侧击问过他的喜好才定的。那很好啊，那你也不用再跟我确认了。但我不确认的是，他想不想结婚？西夏大概从6岁起就开始幻想自己的婚礼了。放在嘴边是一回事，那真正进入婚姻又是另一回事。我最近常想吧，你说像你们这种独立女性啊，究竟为什么需要婚姻？你说男人占地方，还邋遢，更何况我还是个二婚，究竟具备了什么不可替代性？我又能给他带来什么？崔哥，你能这么想已经很少见了。正因为我和西夏是现代女性，所以习惯了被误读。其实我们并不排斥婚姻，也不觉得丁克就一定洋气。关键是对的时间，对的人。既然我们已经到30岁了，就更要过自己想要的人生，也能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。所以，你不用替我们恐婚恐育。明白了，谢谢啊。庄姐，你放心，我会对西夏好的。我知道。你疯了！我一直补觉来着，没看手机。我也想你。明天见吧。
崔哥我也想请教你一个问题：你能接受异地恋吗？说实话吗？当然。如果已经结婚了，那没办法，只能克服。但如果还有选择，却不愿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已经不是毛头小伙子了，我非常清楚时间和距离一定会消磨感情，不想阻人性。更现实点来说吧，我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一日三餐，同床共枕。你说把感情寄托在微信、电话上，反正对于成年男人来说，没有任何意义。今天，我们养生疗愈频道要为大家选读的是汪曾祺先生的散文。人们提到他，总会称他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。他曾有过一段最著名的话，是说，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，不是本事，不是能力，是花木那样的生长，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。所以，当我们在生活里自寻烦恼、自相矛盾的时候，自相矛盾，楚人有句盾羽矛者，喻之曰：无盾之间，物莫能陷也。